提到沙漠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是无尽的黄沙，还是无水绝境？那如果我告诉你，在中国最大的号称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，藏着一个古老的村子，这里的人不放羊不种地，竟然是靠在沙漠里打鱼为生的渔夫，你信吗？而且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这村子里的人还都特别长寿，活到100来岁简直是家常便饭，被称为沙漠中的长寿村。近些年更是被国际医学界和一些研究机构列为世界4大长寿村之一。据说这里的老人活到100岁还能娶媳妇当新郎，村里最长寿的老人活到了132岁。这个神秘的村落就是新疆的罗布人村寨。这种地方到底怎么生存呢？沙漠里是如何打到鱼的？他们又是靠什么保持长寿的呢？难道真的像传说中那样是喝了不老茶吗？今天跟着眼见古今，一层一层地扒开这个中国最神秘古村落罗布人村寨的秘密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看罗布人的生存条件，你给打几分？一说到新疆，大家脑子里出现的画面，要么是望不到边的黄沙，要么就是甜掉牙的哈密瓜。没错，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就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，而且是在最要命的地方——塔克拉玛干沙漠。塔克拉玛干本身在维吾尔语里就是进得去出不来的意思，当地人都管它叫死亡之海。这可不是说着玩的，这里常年干旱，风沙一起，天昏地暗，别说人了，就是生命力再顽强的动植物也很难在这里扎根。可就是在这样一个人进得去水出不来的地方，居然藏着一块绿洲，面积不大，但自成一片天地，水草丰茂，还有一条叫卡盆的天然水道横穿其中。村子就建在这个绿洲边上，像是从地底冒出来的一块活着的史前博物馆。说它是活着的史前博物馆不是瞎讲，因为这地方几百年几乎没怎么变过，房子是泥巴垒的，路是牲口走出来的，吃的是自己打的鱼和挖的野菜，穿的是自己纺的麻布衣。更夸张的是，很多老人到现在都不会讲普通话，靠手势交流，他们的生活过得原始的不能再原始了。从卫星地图上看，这地儿四周一圈都是黄沙，绿洲像一滴墨点，孤零零躺在沙海中央，怎么看怎么不像一个能活人的地方。可罗布人就这么靠着这一点水源，一片胡杨林，一群鱼，一直活了几百年。这地方按理说是人类禁区，为什么偏偏能活下来一群人，还一个个都能活到100多岁？我们接着看，罗布人村寨具体坐落在新疆玉林县，被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罗布泊2河一泊滋养着。它是中国西部地域面积最大的村庄之一，但人口却很少，村寨方圆72平方公里，可这里只有20余户人家。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一边是连绵起伏一望无际的金色沙丘，热浪滚滚，了无生机；另一边却是蜿蜒流淌的塔里木河，河水清澈，滋润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洲。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，这种强烈的视觉冲击，就是罗布人村寨给人的第一印象。而这片绿洲上还有个最引人注目的，就是那些形态各异、扭曲盘结的胡杨树。在新疆有句老话，胡杨生而3000年不死，死而3000年不倒，倒而3000年不朽。这玩意儿简直就是植物界的活化石，是生命的奇迹。在罗布人村寨，成片的原始胡杨林拔地而起，它们的根系能深入地下几十米，拼了命地吸收着塔里木河带来的水分。到了夏天，它们是遮天蔽日的天然凉棚；秋天，它们又变成一片金色的海洋，美得让人窒息。村寨就散落在这些胡杨林和河流之间。这里的房子不是我们常见的砖瓦房，而是用最原始的材料红柳枝、芦苇、胡杨木搭建起来的，看起来有点简陋，但冬暖夏凉，而且充满了野趣。几百年来，罗布人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保持着最原始的生活状态，几乎与世隔绝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如此原始的村落，没有现代捕鱼工具，也没有渔网，他们到底怎么捕鱼呢？以及他们的衣食住行又隐藏着哪些原始的智慧？我们一起进入罗布人村寨一探究竟，
现在的村寨经过政府的修缮，是一个集生态观光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旅游景区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探寻它背后真正的秘密。景区大门上写着阿布旦3个字，这是罗布人的方言，意思是水草丰美，适合人居住的好地方。对于这个逐水而居的民族来说，阿布旦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名，而是一种理想家园的统称。哪里有水，哪里有鱼，哪里就是他们的阿布旦。那么，这群在沙漠中追逐阿布旦的神秘渔夫，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呢？他们被称为沙漠最后的渔夫，这个评价一点都不夸张。在我们的常识里，渔夫应该生活在海边、湖畔，可罗布人偏偏生活在沙漠里。他们的生活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渔猎这个词的想象。罗布人从来不说自己是牧民，也不说自己是农民，他们管自己叫罗布里克，意思就是住在罗布泊的人。千百年来，他们不种五谷，不牧牲畜，为以小舟捕鱼为食。这小舟就是他们独特的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——卡盆。这卡盆其实就是一艘独木舟，是用一整根胡杨木掏空制成的。船体又窄又长，两头尖尖，看起来有点像一片巨大的树叶。别看它小，这可是罗布人在河道和海子里穿行的利器。海子就是当地人对小湖泊的称呼。他们或站或蹲在卡盆上，手里拿着鱼叉，目光如炬地盯着水面。一旦发现目标，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鱼叉刺入水中，整个动作一气呵成，快准狠。他们的主要食物自然就是这塔里木河里的鱼。罗布人吃鱼的方式也特别原始，特别硬核。他们把刚捕上来的鱼从腹部剖开，胆部切断，然后用一根削尖的红柳枝从鱼头穿到鱼尾，把鱼整个撑开，就像一面小旗子。接着在鱼身上撒上一点盐，这是唯一的调味品。最后把这一串串鱼插在沙地上，围着一堆篝火慢慢烤。这种烤鱼的方法据说已经延续了上千年。烤出来的鱼外皮焦香酥脆，里面的鱼肉却鲜嫩多汁，还带着红柳枝和胡杨木的特殊清香。这种纯天然的美味是任何高级餐厅都复制不出来的。除了鱼，他们日常食物也会猎取一些野鸭、野兔，采集一些沙漠里顽强生长的野菜和野果，比如芦苇根、沙枣之类的，来补充营养。除了独特的饮食习俗，罗布人的穿着也很特别。他们身上穿的衣服不是棉布，也不是丝绸，而是一种用罗布麻的纤维织成的土布。这种罗布麻是当地一种常见的野生植物，生命力极强。罗布人把罗布麻的茎皮剥下来，经过捶打、纺线、织布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做成衣服。这种麻布衣服透气性特别好，结实耐穿，非常适合沙漠里炎热干燥的气候。另外，他们的婚俗也很有意思。如果一个小伙子看上了哪家的姑娘，他得先去姑娘家干活，跟着未来的老丈人一起下海子捕鱼，用自己的勤劳和本事来证明自己有能力养家糊口。订婚的时候，男方要送上牛羊和珍贵的狐狸皮作为聘礼，而女方最独特的嫁妆，你猜是什么？是一片海子。没错，娘家会把一片水草丰美的小湖泊作为嫁妆送给女儿。在婚礼上，全村的人都会来庆祝，大家围着篝火，吃着烤鱼，唱着古老的罗布民歌，跳着欢快的舞蹈，热闹非凡。在过去，由于地处偏远，交通极其不便，出村一趟非常困难。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，除了水里的卡盆，就是沙漠里的骆驼了。如果要出村，就只能骑着骆驼，穿越茫茫沙海，去到最近的县城，往往需要好几天的时间。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，虽然造成了生活上的不便，但也恰恰是这种隔绝，让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。为什么他们能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，不仅生存下来，还活得如此健康长寿呢？他们长寿的密码究竟是什么？首先，关于罗布人长寿的说法一直都流传得很广。有人说，这里是继巴基斯坦的罕萨、厄瓜多尔的比尔卡班巴和中国广西的巴马之后，又一个被国际医学界关注的长寿地区。
虽然这个说法还没有得到最权威的认证，但村子里确实有很多高寿的老人。80、90岁的老人在这里根本不算稀奇，100多岁的老人也时有耳闻。在当地流传着一个有点传奇色彩的故事，说村里曾经有一位老人在100岁的时候还娶了媳妇，当了新郎。你想想那个场面，100岁老人当新郎，这得是多硬朗的身体和多乐观的心态啊！还有据新疆文旅报道说，这里最长寿的老人活到了132岁。这些故事虽然很难去考证真伪，但他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寿确实是罗布人一个非常显著的标签。要解开罗布人的长寿之谜，我们得从2个方面入手，一个是他们喝的茶，另一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。先说说这个茶。罗布人虽然不产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茶叶，但他们有一种世代相传的不老茶——罗布麻茶。这罗布麻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可以用来做衣服的那种植物。可罗布麻不是茶叶，而是一种野生植物，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盐碱地上，叶子呈披针状，外面一层绒毛，带点青苦。罗布人管它叫不老草，把它晒干泡水喝，几百年都是这么过来的。它的生命力极其顽强，在盐碱地和沙漠边缘都能茁壮成长。每年夏天，罗布麻会开出粉红色的小花，像一串串小铃铛，在沙漠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娇艳。罗布人会采摘它的叶子，晾干后当茶来泡水喝。一开始，这可能只是他们解渴的一种方式，但后来人们慢慢发现，常年喝这种茶对身体似乎有说不出的好处。很多罗布老人说，他们一辈子没怎么生过大病，血压不高，心脑血管也很好，都跟喝这个罗布麻茶有关。这可不是什么玄学，因为现代科学对罗布麻进行了深入研究，发现这玩意还真是个宝贝。它的叶子里富含黄酮类化合物，强心肝，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，特别是对于调节血压、降低血脂、软化血管有非常显著的效果。一些研究还表明，罗布麻还拥有抗氧化、延缓衰老的作用。所以你看，罗布人无意中发现的不老茶其实是一种纯天然的保健品。他们生活的地方虽然物资匮乏，但大自然却以另一种方式赠予了他们最宝贵的健康财富。聊完了不老茶，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，这可能才是他们长寿的更深层次的原因。除了喝茶，罗布人的饮食也是极简主义的典范，没有油炸，没有糖水，没有过度加工的食品，甚至连盐都用得很少。日常吃的就是鱼、烤馕、野菜和湖边能采到的野果子，比如胡杨果和沙枣。鱼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，营养丰富。鱼不腌不炸，最多就是烤一烤或者煮成汤，连调料都省了。馕是粗粮主食，用土灶烤制，筋道耐嚼。野菜就更多样了，什么沙葱、蒲公英、沙枣叶、胡杨树皮，他们都有办法搞来下锅。至于生活节奏，那更是慢得像一幅老照片。天亮起床捕鱼，下午就晒鱼晒衣服，晚上坐在火塘边编麻绳做渔网。你很难看到他们急匆匆赶路或者焦头烂额发脾气。慢、稳、踏实成了他们身体最自然的节奏。这一切构成了第2个谜团：为啥越苦、越土、越原始的生活反倒越健康呢？或许答案就藏在4个字里：极简主义。有医生专门做过对比研究，发现罗布人几乎没什么3高问题，也很少有糖尿病、脂肪肝这些现代病。他们的血压和血糖水平稳定，身体抗炎能力强，细胞老化速度比普通人慢一大截。有人说是环境纯净，空气好；有人说是劳作规律，心态稳；也有人说是因为他们从不追求物质，只靠最基础的东西过一生。不管是哪种解释，有一点是公认的，他们不是靠科技活得久，而是靠顺应自然活得悠闲。现在我们再回头看那个问题，罗布人到底是谁？他们从哪儿来？关于他们的起源，一直众说纷纭，充满了神秘色彩。其中流传最广的说法有2种。第一种说法
认为他们是古代楼兰国的后裔。我们都知道，楼兰古国是丝绸之路上一个曾经无比繁盛的西域古国，后来却神秘地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。有人推测，当年楼兰国消失后，有一部分居民并没有走远，而是沿着河流迁徙，最终来到了罗布泊一带，靠渔猎为生，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罗布人。这个说法给罗布人增添了一抹浓厚的历史沧桑感。第二种说法则认为他们是维吾尔族的一个古老支系，或者是更早期的原住民与其他民族融合的后代。考古发现，罗布泊地区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，这里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。罗布人很可能就是这些古老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不断迁徙、融合，最终形成的。无论哪种说法是真相，都无法否认罗布人是一个承载着厚重历史和独特文化的族群。他们就像一颗活着的胡杨，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见证了沙漠的变迁和历史的兴衰。然而，这片最后的宁静也正在被现代文明的浪潮所冲击。近年来，罗布人村寨被开发成了国家4A级景区，成了不少游客热衷打卡的网红地。坐胡杨木船、看捕鱼表演、尝一口罗布麻茶，游客络绎不绝。但热闹背后，村子的变化也悄悄开始了。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年轻人开始离开了。以前交通不便，大家只能守在村里捕鱼种菜。现在有了旅游，有了网络，有了公路，孩子们开始走出沙漠，去外面上学、打工、看世界。很多传统技艺，比如卡盆捕鱼、编渔网、晒鱼竿，年轻人已经不会了。老人做的时候，孩子在刷短视频。祖孙俩坐在一起，活得却像两个世界的人。但引起这个村子的巨变的原因，还得从更早说起。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，塔里木河下游的河道逐渐改道，再加上人类活动加剧，罗布人世代赖以生存的家园罗布泊开始迅速干涸。到了70年代，这片曾经水草丰茂的大湖几乎彻底变成了一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。家没了，谁也没了，鱼当然也没了。罗布人被迫放弃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，沿着塔里木河逆流而上，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迁徙。他们一路寻找有水的地方，最终在几百公里外的玉梨县安了家，也就是现在的罗布人村寨。生活方式也跟着变了。过去靠捕鱼为生的渔猎部落开始学着种地、放羊，尝试农耕和畜牧。但罗布人骨子里那种靠自然、靠自己的坚韧没有变，还是靠一双手把新家一点点建起来。而今天，这个村子又被推到了聚光灯下，成了展示原始生活和沙漠奇迹的舞台。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一把渔猎人生。为了方便游览，景区还修了不少现代设施。比如，你可以走上塔河吊桥，远眺塔里木河在沙漠中穿行的壮丽画卷，在罗布人茶园喝一杯清苦的罗布麻茶，坐在休闲长廊吹风乘凉，还能去神女湖划船、钓鱼，水清沙白，环境确实不错。想看文化厚度的也有安排。景区特意复原了奥尔德克纪念馆、太阳木星地岩画等遗址，让游客在看风景的同时也能打卡历史。但说到底，最打动人的还是人。在村寨深处的草棚下，你可能会看到几个白胡子罗布老人坐在树荫下，不紧不慢地雕着胡杨木。他们做的小木碗、小卡盆模型，手工粗糙却充满古意。运气好的话，你还能看到老人表演捕鱼，一杆长矛插进水里，动作又稳又快，像极了千百年前的生活画面在你面前重现。有一位老人叫苏莱曼，已经108岁了，头发白了，牙齿也掉了不少，但精神头却特别好。他喜欢做胡杨木的工艺品，偶尔还会弹弹都塔尔，就是那种新疆双弦弹拨乐器。有游客想合影，他总是笑呵呵地配合，从不拒绝。可我们也得承认现实的一面，不是所有罗布人都还真的住在村里了。现在很多住户其实是演员，他们平时并不常住，
只是旅游旺季穿上民族服装回来演一演。房子是新修的，捕鱼是表演的，火塘也是拍照道具。这些演员其实是为了让游客看到活着的传统。这一点不止一个游客看出来了，有些文化传承更像是给现代人看的一场秀。但话说回来，谁也不该责怪这些演罗布人的人，他们要生活，也要挣钱。守住传统是责任，但吃饱饭是现实。在沙漠里活着本就不容易，更别说一边演历史一边扛现实。值得高兴的是，现在不少年轻罗布人开始回流，有人大学毕业后选择回村帮着搞文创，有的用直播带或卖罗布麻茶、鱼干、胡杨木工艺品，搞得风生水起。这些新一代的罗布人学了知识，见了世面，又回头接过祖辈的文化火种。他们既懂市场，也懂文化，愿意用新的方式让老传统焕发生机。这种融合与创新，或许本来就是罗布人骨子里的生存方式，像胡杨一样，不怕沙漠，不怕旱，不怕风，只要能扎根，就一定能活下去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不难发现，罗布人的长寿并非神话，它是一套复杂的组合拳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，纯天然的饮食结构，与世无争的平和心态，以及千年传承的强大基因。今天我们了解罗布人村寨，不仅仅是满足猎奇心，更是想在一个快节奏、高压力的时代，回头看一看一种几乎被我们遗忘的生活方式。罗布人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或许真正的长寿秘诀就藏在最简单的自然和最淳朴的生活里。下一次，当你或者你的朋友有机会去到新疆，或许可以去罗布人村寨看一看，去亲身感受一下那半沙半水的奇特地貌，去看一看千年不倒的胡杨，去尝一尝最原始的沙漠烤鱼，去喝一杯清香的罗布麻茶。最重要的是，去找一找那位108岁高龄却依然精神矍铄，会用胡杨木制作手工艺品的苏莱曼老人，听一听他们口中那些关于岁月和生命的故事。好了，感谢收看本期的眼见古今。关于罗布人，你还有哪些想知道的？或者你还知道哪些像这样神秘又有趣的地方？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或许下一期我们就去那里一探究竟。